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少康战情室。今天晚上呢，要讨论非常多的议题。我们现在介绍今天晚上的嘉宾，从我右手边开始。第一位是台北市议员赵怡翔，大家晚；以及立法委员吴春成，大家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尹乃金，大家好。再来看是我左手边，第一位是立法委员柯志恩，大家好；以及立法委员徐巧芯，大家好；还有立法委员张家俊，大家好。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个国庆日明天就要到了，到底国庆文告会长什么样子？我相信现在呢，不只是台湾人非常在意，应该是说美中台三方绝对明天定时的就会打开电视、打开网络，看看赖清德的国庆文告。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先前在国庆晚会上面的祖国论，现在持续的在发酵，连美国这边都有后续效应了。这个是 Harris， 也就是他们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在美国呢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直接的被提到台湾问题，首次正面回应。先听他怎么说。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ome to Taiwan's defense if China attacked. Yes, we have a commitment. 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接受专访，美国总统拜登任内5度表态，不排除出兵协防台湾。但相较之下，身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副总统贺锦丽被问到，如果大陆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以军力支持台湾？贺锦丽说不回答假设性问题，但强调需确保一中政策支持台湾自卫能力。当美国是采取战略谋服的一个立场。我们民众对这个有些时会有些可能不坚定。国防部智库国防院针对如果大陆侵略台湾，美国是否会帮助台湾做出民调，发现有52.6%的民众认为美国会派美军到台湾协防，39.6%的民众认为美国会用海军突破大陆对台封锁。对于美国直接介入台海的一个军事冲突呢，台湾民众在这个民意调查上面显示的结果是看起来是有一点保留的，但相较美国会帮助台湾，民众对国军防卫能力显然信心不足，47.5%对国军有信心，47.9%对国军没信心。好，其实呢，在祖国论之后，他们的驻青康达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被问到了，他说，针对于美国的立场，就是都一样跟贺锦丽讲的维持一中政策。但是你要讲祖国论的话，你要给我可以猛一嘎的问台北那一边，所以他们的立场都还是不讨论假设性的问题，那些具体的、不具体的都不说。好，所以呢，如果说不答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先从美国人的民调开始了，这是来自他们的独立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他们所讲的，是问美国人，51%的人认为美国应该鼓励台湾维持现状啊。换句话说，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一直都没变嘛。那再要来看到的是74%的人认为，要真爆发战争、武力犯台的时候，运东西去就好了，运医药物品去就好了。58%反对派遣军队。对比我们刚刚新闻片里面所提到的台湾的部分，其实现在只有39%点多，将近40%的人相信美军会来。我想请教乃金姐，你对这个数字怎么看？我觉得对于台湾长期以来我们在做这个类似民调的时候呢，其实大概都接近有半数以上的民众就起码是40%以上的民众呢认为美国呢会派兵来援助台湾这个在台湾呢已经形成是一个好像我觉得是普遍民众的一个期待，但是这件事情呢这样的想象呢跟实际上呢恐怕有很大的落差。我们从美国在这一次的乌克兰这些事情上面俄乌战争的事情上面，拜登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得非常的明白美国呢不会派遣军队进入。那也因为拜登这样的表态，所以相对来讲呢，就等于是给了普丁呢一个更直接的一个他要采取行动的好像是一个背书的感觉那在台湾的情况也是如此就在于是说，如果美军一旦介入到了台海战事的话，那就是中美2个核子大国的直接宣战。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呢，他要承担的这个后果是非常极其严重的。我们看到呢，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来，美国呢现在呢，他要尽量的这个避免而且呢去减少就是美国的军人呢去参与海外战场，就是美国人有必要为了其他国家的人民而死吗？那我们从美国的这个智库的民调也看得很清楚有高达58%的这个美国民众呢反对派兵，所以我觉得这几乎已经是一个共识在美国不分这个朝野两派的这个政党。但是呢，给台湾足够的自卫能力，这个是肯定是
肯定也是他们的共识啊。那至于呢，我们观察这个贺锦丽对于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些的看法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贺锦丽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有点缺乏自信哈，然后呢也不太肯定，跟拜登呢自诩为他在外交上面，他认为他是老手啊，那个有相当大的程度的差别，所以贺锦丽呢就打了一个安全牌。你事实上从贺锦丽的角度去看，如果说他今天这个帮主持人这样问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会派兵，两边如果打仗的话，我们会派兵的话，他会遭遇到川普呢多大的善效？川普第一个时间就是只要说在我任内，他绝对不会发生这个战争的哈。我跟习近平的交情很好，我绝对可以止住这个状况。那如果贺锦丽说他要派兵的话，那不就是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陷阱跳进去吗？所以贺锦丽的打法呢，是对他来讲呢是一个安全牌的一个打法。而我也不觉得就是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呢，在这一次的美国总统选战，现在只剩下倒数4个礼拜的时间，它会是一个关键的议题。美国民众最关心的还是有关于经济的问题啊，通货膨胀的问题啊，中东战争牵涉到油价的问题，关心的重点还是在这个地方。好，现在其实美中之间那为什么会在讨论这一题？就是美国如果他进来的话，那就会牵扯到中国嘛，所以呢，他们其实自己非常的小心。你从民调、从各方的说法，其实都知道，他们符合美国利益才是他们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台湾人呢，刚刚讲的这个台湾的民调之后，其实大家也在讲啦，因为先前就昨天的事情，你就听到有这个媒体报道说，国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有出现这一连串的，包括祖国论啊等等，台湾又突然出现在国际版面了。郭正亮讲啦，说赖清德是不是想要用2024联合利剑逼媒体美国这边来表态？因为现在11月要选举，11月初，10月他们有所谓惊奇10月的问题，然后目前的民调 Harris 49%，Trump 46%，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一个不小心可能会翻。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美国没什么选择的情况之下，一个说法，或者是说比较阴谋论一点的想法，赖清德他在这个时候，他想要在这边玩一些什么样的策略或者是讲法嘛？来请教一下以上。其实我想应该是不会了，因为大家都希望说这个可以降低情势。那尤其是10月10号是我们的国庆嘛，所以国庆的前后，当然这个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海的一个和平跟稳定。所以在此时此刻，我相信各国都会希望说各方都可以想尽办法、穷尽办法来降低相关的情势。我先提一下美国这个选举跟民调的状况。其实我觉得这民调确实是有误了哈。为什么？因为我其实去看了这个 Chicago 芝加哥这个民调中心，其实他不是说5%8%的人反对这个派军协助台湾，他其实是说只有4%2%的人支持然后12% 的人是反对所以反对其实少，其他的部分是没有意见所以没有意见，所以这个稍微标题是但这也是智库自己画的标题了，所以他画的标题并不是非常精准。但事实上，我觉得美国选举至今，其实我不知道是好是坏但台湾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包括过去2次的这个总统的辩论会当中，大家本来预期说中国台湾会成为一个主战场，结果也没有顶多就川普有讲了几句台湾等等但我觉得这个大致而言也是好的一件事。为什么呢？代表说两党在台湾议题上没有太大的政治分歧了，理论上大家都可以共同来支持台湾。那贺锦丽说的部分，其实我想也是符合长期美国的政策。拜登是稍微超前了一点过去美国的总统没有这么清楚的表述说会派兵协防台湾但贺锦丽讲的比较是过去美国总统一贯的一个立场就我会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的一个战力。那另外呢，我希望可以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我想这个应该不会变了。那讲到美国的选举，其实还是要强调一点，刚刚提到49比46%嘛，对不对？过去2016年。希拉瑞虽然输了但是总票数其实胜过川普3%左右，是，所以美国还是要看最关键的7个摇摆州。那目前在7大摇摆州当中，这很有趣3个摇摆州是川普暂时领先，4个摇摆州是贺锦丽暂时领先。其中7个摇摆州5个领先趴数不到1%，另外2个领先趴数也不到这个所谓的误差的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没有人说得定到底谁会这个胜出。但是美国的选举网站美国的这个博弈选举网站就很有趣了。他说川普的可能性比贺锦丽稍微高一点点，因为他们去分析了一下趋势等等。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台湾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就是静候
这个美国选举的结果，但是同时呢，我们大家可以理解，美国即便是选前选后，对台湾的政策不会有大幅的变动。好，但柯老师，我想要请教，因为联合利剑为什么会有逼这个讲法，是国安人员自己放出来的，对吧？那后来呢，大家也就看到他们国防部有什么说，啊，可能会有火箭飞过啊，人家今年要射100多次，你就这一次拿出来讲啊，有啦，选举那一次1月的时候拿出来讲，很奇怪嘛。的确，国防部他发布这样的一个讯息哈，就让我们想到选前明明就是一个卫星，它却要告诉我们飞弹从台湾经过，其实那对一个选战是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哦。所以你现在发出这样的一个讯息哦，我们就看看这一次赖清德在双十国庆之后讲完话之后，这个中国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制的一个动作，还有它所造成的一些影响。我想要但是在这个状况还未明之前，由国防部事先来发布这个讯息，我是觉得绝对是不妥的。所以好像有点自我打防卫针的一个概念的状况。可是目前为止来台海，特别是在祖国论之后，其实全世界都还是在观看，就诚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还在发酵当中，然后马上面临双十的这个演讲啊，会造成什么样的后续，我们都其实大家都还是静观其变啊。那我们回到刚刚的美国的说法，贺锦丽他当然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而且特别是在这样 Trump 当中，其实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哦，他必须要有一个最安全的说法，以免扣分，因为目前你看。刚刚乃金也特别提出来，从阿富汗战争之后，他们归纳于美国长期投入阿富汗战争，最后断羽而归，最大的理由就是阿富汗他们没有自我防卫的意识跟他那个能力，所以你会发现从那个之后，他们就不断的告诉大家，就是说你这个国家要有自我防卫能力，自我防卫能力，其实他背后就告诉你，美国不会直接介入，我们会给你额外国际上的支援，给你额外军售的支援，但我们绝对不会来介入。这个从最近不管以阿战争或等等之类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是强调一点，拜登你还记得那时候大家拜登跟 Trump 在选的时候，大家都押宝，台湾希望是 Trump， 为什么？因为都认为拜登会是跟中国大陆比较友好，民进党希望是 Trump， 当然是民进党希望是 Trump， 用字精确，没有错。但是你会发现，拜登完之后，你看他对于中国大陆在一个反中的浪潮当中，他做的比谁都还要明确，甚至已经公开讲，我可能会出兵协助台湾。但是你看现在以贺锦丽来说的话。Trump 那个拜登第一届敢讲，第二任就比较是保守。那贺锦丽现在更不敢再犯这个外交上的错误，所以还是一样，我同意前面两个人所提到的，不管是谁当选啊，对台湾的政策都还是以他们的利益为最大的依归。那台湾呢，到底我们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执政者也还是要想清楚啦。好，我们要自己先想清楚，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必须讲到哈，在今天为什么大家要这么关心？原因是因为在国庆晚会之后，这个共军又再次的共机来台，而且呢，昨天的状况是这样，这个是叫做四面围攻，就是我们的北部有，我们的这个西边有，然后我们的东边也有直升机，哈，四面已经围攻，就会让大家想说，那这样子的话，到国庆当天，国庆文告讲完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那个祖国论，确实啦，赖清德。很懂得版面啊 ，BBC 也上了头版。然后呢，现在美国这边被问到的时候，康达也直接的讲了，他说呢，这个讲法要问台北那一边，但是呢，美国是反对两岸任意方面片面的改变现状，美国也不支持台湾独立，期望的是大家旗舰能以和平的方式来做解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才是美国的根本利益。这个就是要一讲再讲，再次的重申说，因为你都不讲话的话，中方也会看美方这边的回应是什么。好，当然啦，我们这一边就在讲啦。算不算是所谓国台办讲的新两国论？严德发我们的退辅会主委讲说呢，这个中华民国是祖国是毋庸置疑的啊，我相信他这么样认为。但是呢，当陆委会讲说呢，这个中华民国被取代是不让 ROC 有生存空间的同时，大家其实呢在祖国论背后，对于他所代表的是中华民国这件事情会有一些的想法，好，包括说什么？包括说国台办现在的讲法是中华民国1949已经被取代，当然这都是对方的讲法，改变不了两岸一中，这也是对方的讲法。回过头来是自己的讲法是什么？自己的讲法是林楚英告诉你了，现在你看对岸把中华民国也都会视为是台独，那你看看中华民国在他们的口中讲起来，是不是已经跟台独是一样的，画上等号了？来，乔欣。这就是他们经常拿出来这个乱讲的一个话术啦。因为呢，那你既然这么喜欢听这个大陆的说法的话，那
那习近平说什么你都要听吗？什么时候民进党这么听中国大陆的话呢？所谓的一中各表本来就是大家是讲不同的版本嘛。那这个两边有自己的不同的说法，而大家针对这个不同的说法，能够彼此先放下这个争议，各自去针对整个中国的代表权做表述，这就是9·2共识的精神啊。所以呢，那如果你都只听他的，然后呢，你又说他讲的不对，那当然，那你就会卡关在这里面嘛。那我觉得赖清德这个说法，先不讲他的祖国论哦，至少他在这个晚会上面，他讲了中华民国113年生日快乐，这个呢比蔡英文的只有70几年，好又多延长了一些。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人教育是要循序渐进的。过去赖清德是台独金孙啊，就是我要台湾独立，是因为台湾独立，所以我才要弃医从政。好，然后呢，后来这个蔡英文当了总统之后呢，虽然他讲了中华民国台湾，可是呢，他的中华民国要从1949年开始起算，那个1949年之前的都不算。好，所以其实呢，只有70几年而已。好，那这个也很奇怪嘛，就每次上面写的那个年份，然后跟他讲的中华民国都对不起来。那现在好啦，虽然台独金孙当选总统了。可是，终于回到113年的中华民国。那请问，民国元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所在地在哪里？是在中国大陆啊，所以呢，这两边就连上关系了哈，就是台湾中华民国跟中国大陆两边连上关系了，因为推翻满清，建立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在中国大陆所建立的中华民国两边连上关系了，所以为什么韩国瑜他会说，说得很好哈，这个民国113年中华民国，先不论真心与否，先赞美他，先不论后面那个烧脑的部分烧脑部分先不谈，先不论烧脑的部分，这个起义来归，当下我是坐在现场听的，我都说很棒啊，很好啊。那后面他前面讲到那个祖国论的时候，我还那个叶元之在做直播，我还跟叶元之的直播说，我们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啦。祖国论的时候，我说祖国论不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那老蒋又出现，他反攻大陆了。那可是话锋一转，他又突然说：“那我们先别提这个了。”我又说：“哎呀，怎么又不提了呢？”所以呢，他就为了要圆这个东西呢，他的整个论述大概也是左右哈。但我先不怪他哈，光是113年中华民国，我欢迎他起义来归。但韩国瑜院长也讲了嘛，那首先呢，你们先冻结这个台独党纲。然后呢，那这就可以让你这个更是开大门走大陆，然后让两岸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稳健，对两岸人民，包含我们重点中华民国的人民，那是更好的。好，所以我们对赖总统10月10号的国庆讲话有所期待。好，欢迎起义来归。所以很多绿营的人士都说什么，哎呀，这个要赖清德要抢走这个中华民国的话语权，没有。中华民国是属于所有人的，我们欢迎大家都一起来支持中华民国，爱中华民国，用中华民国国旗，那不是专属于国民党或任何一个人的，我们欢迎大家一起。但我还是要强调那个祖国论的地方，这个烧脑嘛，对不对？赖清德总统他毕竟过去是这台独金孙，他对于历史还是有一些错误的理解从来没有人，基本上很少人啦，除了可能阿给啦之外，很少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的祖国。我们在讲祖国的概念的时候，它是一整个中国的概念。我们要知道呢，在一个这个国家里面，它可能会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有不同的朝代，比方说呢，皇帝尧舜夏商周，然后呢，可能宋元明清。然后中华民国的成立，然后后来又分成了这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两边都是实质存在的政府体制。那我们对于中国的代表权还相争不下，僵持不下。
所以呢，一个国家它会有不同的朝代。那现在的状态是，两岸之间对于中国的代表权属于谁？对，那有不同的意见跟看法。所以并不是中华民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的祖国，台上我们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呢，韩国瑜才会说很烧脑，哈，就是不太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确实我在台下听的时候，我也想说他是什么意思？祖国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也是听得很烧脑哈。所以我觉得韩国瑜院长他光是很烧脑2个字呢，就把所有的意义涵盖在里面了。但不管怎么说，人本来就是一步一步往前学习跟前进的嘛。就像是他先前的爱魂条约也是乱讲一通，但没关系哈，我们慢慢的因材施教哈，然后慢慢的学习，好有爱与包容，对不对？我们是爱与包容，你好有爱与包容，爱与包容的政党，至少从台独到1949年，好到民国113年，算很大的进步了吧？在国民党在野党的情况之下的谆教导，也可以让赖清德这个台独金孙认同中华民国，也算我们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了。会不会到明天国庆文告听到中华民国万岁？万岁！有机会吗？我不知道。那天赖清德在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喊中华民国万岁，那就我喊的，好不好？好，其实呢，来讲到中华民国这一件事情，当然啦，就很多绿营评论家哈，包括石坂民夫日本人，他现在讲什么？他说呢，这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国民党的神主牌已经被赖清德给抢走了。那呢，其实游英龙他的讲法是这样，他觉得这个东西叫做切合主流。为什么？原因是因为1996年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去问赞成祖国统一，那个是45%的民意，你现在再去问的话是13.3%，流失了大半。所以他觉得这个叫做民意主流，他是顺着按照民调数字来走啦。那民调数字最近其实呢，它是有一些在往下的。所以要请教一下春正委员，你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如果说啦，麻生去年呢，他没有讲话来这个造，今年在日本的这一边的代表处呢，他是不但有讲话，甚至还讲到迄今113年历史，中华民国建国重要的邻居都给公共出来，你觉得差别在哪？这个这国家认同的问题其实蓝绿都一直在一个理想跟现实当中都非常的不务实。台湾民主党讲的就是务实、理性、科学。梦想，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一致的啦，不用说都一致。台湾平平安安，没有一个理想。但问题现实呢？台湾民众党要讲，就是说不管你怎么主张什么昨天我们还做那个 IPEC， 就是联合国的那个2758的决议文，我们开的一个党团的协调会，是当中可以看的蓝绿2个就在那边又吵架，吵了不可开交。但是民众党要在这里主张的，第一个，你做什么都可以。第一点，有没有助于台湾参与国际的空间？你做了你祖国派，你祖国主张要，或者是你要承认什么都没关系，有没有助于？第二点是能不能让保证台湾的和平、安全、稳定发展？你做的所有的事情有助于这2个，我都赞成，台湾民众党都赞成。OK， 民进党你有办法这样子吗？你讲的诸国东西，现在赖清德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家很紧张他一开口大家都很紧张你不晓得他明天又要讲出什么东西来了那整个的全世界有人承诺一定会保护台湾吗？没有人做过那个承诺吗？我们所有的不管这个国际说怎么样，大家唯一的共识就是台海保持现状。对。但看起来民进党一直想要改变现状，但是不断的想要拆火线，一直朝面朗鬼刚，一直想要去斗中国惹得他暴跳如雷。那这样子有助于我们刚才讲那2个原则：台湾和平、安全、稳定发展，参与国际空间，有效。我们支持。还是你会惹祸呢？但是国民党也是很怪，国民党昨天在协商会议当中，国民党针对这个2758这边提出的一个版本，我也觉得用古墓派，就是根本就否定联合国这个，不承认联合国这个2758这个决议。这个是用70年前的一个决议的，人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的会员，
那你否定这个有什么用呢？全世界只有你，全世界人现在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只有我们在自己爽、自己嗨，这些事情都无助于我们现在的安定了。但是我觉得彼此，国民党又设了一个陷阱，又掉入一个陷阱。民进党现在在玩什么？民进党现在透过在台湾不敢谈，还是要谈的中华民国，至少中华民国台湾。这个毕竟是共识，他有敢，他直接就喊台湾独立，直接谈。但是不敢谈。他现在在国际上面，透过国际现在反中也蛮厉害的嘛，很喜欢打台湾牌嘛。就通过这个 IPEC 在台湾的当中通过的，就是说，这个2758决议当中并没有涉台，只有说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并没有说台湾不如人，没有涉及到台湾。所以要接受，人家全世界都有这个共识的。然后呢？要我们这个立法院、国会回应，不要已读不回。人家表达善意了，我们台湾要怎么做？那这其实里面隐藏的一个叫中华民国消灭论。中华民国已经被取代的。所以呢，台湾现在要加入联合国，只有一条途径，就是用台湾的名义来加入。那民进党是让他讲这个嘛？但是呢，好，你这一个鼓动的这一个去推动的这些，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你现在的国际现实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个？是好，回到现实论啦。其实如果说真的是要回归现实的话，2758现在再怎么谈都是不现实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回不了联合国嘛，对吧？现实的，如果说国际政治就叫做论拳头大小的话，台湾现在真的要能够论拳头大小很难赢。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嘉俊，可是问题是，台湾人现在的现实目的是什么？是像阿盖拉这样子他就直接的讲他说呢，够虎揍跟够巴斗啦，真的是跟赖总统有求饶这样子的一个意味存在。目前两岸之间交往的情况之下，其实也有很多人现在是在对岸生活，也有对岸很多人在台湾生活，人民之间的交流呢？基本上我觉得说赖总统必须要记得就是他现在是国家领袖，他肩负的是2300万。国民的这个安家立业，所以他的发言绝对不能是有情绪或者是喜好的。那当然，他那一天在国庆晚会上很大方的说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这句话，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过去8年，我们的国庆日大都偏离主题已经跟中华民国完全无关了。那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其实刚才你有说国台办说这个1949年之后，其实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这难得这个民进党跟这个国台办有共识，因为台派跟独派的论述里面，他们也是论述说1949之后，其实中华民国是不存在的，我们是流亡政府。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这个言论，我也很好奇说他的这个些文胆怎么会给他这样子的一个言论，因为他这样子一讲下去，既不讨好就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也不讨好他的台派跟独派。他过去不是一直都是这个独派的金孙吗？就他突然这样一讲，难道独派都没有觉得吓一跳说你现在是已经独派不满意？对没有啦，就跟那个朝鲜讲一样，起义来归啦，起义来归，起义来归，起义来归啦，对啊，非常不满意所以我就好奇说他怎么会突然去讲这句话，而且讲了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整体的国民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可能大国要的是这个面子，那我们赖总统的一言一行其实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所以他这样子去等于是去吃豆腐或者是去这样讲，到底对我们台湾所有的民众有什么帮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啦，就是很疑惑说，对他本身也没有好处，对我们台湾人民也没有好处，所以他这样讲的背后的原因，难道是有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国家危机在里面吗？不怎么样这样讲我们不这样说，因为也许明天的国庆文告那一天他也许时间不够，因为知道后面二姐要唱歌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心情。国庆文告很完整的一段时间，让他完整的论述。明天期待听到的是我们的总统，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总统完整对于中华民国国庆日的国庆文告。我们先进广告。